如果有一天你打开你的加密钱包，发现少了1000U，你会怎么想？是交易所出事儿了，还是钱包坏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怪平台或者是钱包，但真相往往是你点过一次授权，从那一刻开始，这笔钱就不再是你的了。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最近呢，我连续几期都在讲合约杠杆，还有中心化交易所 CEX。有观众呢在评论里边说，干脆改名吧，别叫加密星球了，叫揭秘星球或者是反诈星球。说实话，这真的不只是笑话。我后台呢陆续收到很多人被骗的信息，有人被骗200U，有人被骗500U，还有人一次被骗了40万U，我见过最多的接近600万U。最近呢又多了一位，他损失了1000 USDT。这次的手法非常典型，很多刚刚入门的用户都可能踩到同一个坑。他把完整的过程全部发给了我，2个小时之内2次转账，钱包被清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还以为是钱包的问题。如果你也在用 Trust Wallet 或者是 MetaMask 等等这类软钱包，如果你也连通过各种陌生的 DApp 网站，这一期视频你一定要看完。如果你也有过类似的被骗的经历，愿意出镜或者是提供线索，可以在频道里边留言，或者是私信联系我，我会继续做这个系列，让更多的人看清加密的这些骗局。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先来看一看受害者发给我的第一张截图，在这个里面，他的钱包显示负的474.6 USDT， 注意这个状态已完成，收款地址是 0xAR164。当他发现钱被转走，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他在 Telegram 群里边去问，怎么钱都被划走了？骗子是怎么回复的呢？发送您的钱包地址，帮您查看。看起来很正常，对吧？好像是客服在帮你解决问题，但其实这个就是第2步陷阱的开始。接下来呢，骗子说了什么？查询到您加入节点3天以内未存入大于1000 USDT， 占用矿池的资源，自动质押了。看到这句话没有？自动质押，这个是典型的补款解锁的话术。骗子制造了一个问题，你的钱不是被偷了，是被系统给锁定了。然后呢，他给了你一个解决方案，累计存入1000 USDT 就会自动的解压返回钱包。受害者这个时候会想什么呢？我已经损失了474U，如果再存500U 就可能把钱给拿回来。这个就是典型的沉没成本陷阱，他甚至都没有怀疑到这是一个骗局。你看他真的就存了钱进去了，钱包余额从$55涨到了$654，但他以为这次真的能解压了，结果呢，30分钟以后又是一条转账记录，598.87 USDT， 收款地址还是同一个。受害者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又被转走了，你是骗子吧？但骗子还在继续演戏，发送一下钱包的地址。骗子甚至开始教他断开连接，你解压要记得先与节点断开连接，你要先断开再存入进行解压操作，否则呢你就会解压失败，自动递增1000 USDT。 你发现了吗？骗子一直在让他继续操作，继续连接钱包，继续授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的不是你的信任，而是你的授权。只要你点过一次 approve， 他们就拿到了你的钥匙，那是一张无限额度的支票，但只是针对某一个代币，他们能够随时动用你钱包里边的那一个币。授权呢是写在区块链上的，不会因为你断开了连接就消失了，会一直有效，直到你主动的撤销。所以当骗子说先断开再重新连接，他其实是在骗你再操作一次。断开连接本身没有问题，但重新连接的时候，他们的网页会立刻发起新的授权请求，而你呢以为是在解压，其实呢又点了一次授权。他们就能够换一个合约地址，扩大可操作的代币的范围，甚至控制你钱包里边的其他的资产。而那句自动的递增1000U 就是心理的恐吓，让你以为不操作就会亏得更多，从而立刻照做。他们甚至让你重新再存入1000 USDT 到钱包里边去。有的时候他们不急着收网，他们要你自己的主动的一步一步的把钱交出去。这个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他们不需要黑客的技术，只要你自己点击一次授权。现在呢，我来解释一下这个骗局的技术原理。
当你用 Trust Wallet 或者是 MetaMask 等等的任何一个钱包连接一个 Web3 网站的时候，网站会弹出一个窗口，要求你批准授权。这个授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允许这个网站的智能合约代表你来操作你钱包里的某一个代币。正常的 DApp， 比如说 Uniswap， 只会请求你交易所需要的那一点额度，或者给你一个合理的上限。这样，即使授权被滥用，风险呢也有限。但骗子的网站呢，它会要求 unlimited 无限的授权。一旦你点了确认，骗子就获得了随时转走你钱包里所有这个代币的权限。这个就是为什么受害者的钱会被转走2次，因为他已经连接了骗子的网站，给了无限授权。我看到他的截图以后，意识到这一定是给了对方授权，所以当时马上给了他2条建议：第一，不要再继续往这个钱包里边打钱了；第二，用 revoke.cash 来扫描一下这个钱包，检查授权。你看这张图，这是 BSC Scan 的授权记录，一共有3个 token approve， 其中2个都是 unlimited。这个意味着什么呢？骗子不需要你再点转账，只要你授权了，他们就能够直接把钱给拉走。现在呢，我们把整个的骗局拆解成5个步骤。第一步，伪造高收益的界面。这个是受害者给我的网站叫做 Alpha Dodge 收益池。看起来呢，这个项目是狗狗币的挖矿矿池，非常专业，但不要轻易的被它的外观给骗了。骗子很用心，不是随便的拼几张图就完事儿了。他们会做很多的事情，漂亮的网页设计，专业的标题文案，看似合理的项目介绍，还有动态的数字、收益曲线、仿真化的仪表盘界面。页面里面还会放如何获得奖励、联系方式和客服的入口，一切的一切让你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狗狗币挖矿项目，让人觉得非常可信。但最危险的是，他们会配套社群和社工，电报群里面的热闹评论、真实用户的晒图和对话，让你觉得很多人都在参与。这个其实就是刻意制造的社会证明，用来降低你的怀疑心。所以千万要记得，表面专业并不等于可信。一个漂亮的网站并不能够证明合约安全或者是资金托管。第二步呢是诱导连接钱包。很多人听到连接钱包觉得很正常，确实，合法的 Web3 项目通常需要你连接钱包来执行操作。比如说你要在去中心化的交易所换币，或者是在质押池里边存币，都要先连接钱包验证身份和交易，但区别在于目的和细节。合法的 DApp 会说明为什么要连，并只在你准备执行具体操作的时候要求你连接。合法的项目一般会请求有限的额度和授权，或者是先做一次小额的授权与交换。骗子呢，则会反其道而行之，页面会诱导你连接钱包、查看收益，并迅速触发授权请求。你一旦连上，就被要求批准代币权限，往往是无限额度 （unlimited）。很多人看着 approve 根本就没有看清楚细节，便点了确认。当你给无限授权的时候，你不是在给网站看数据，而是在把代币的支配权完全交出去。骗子拿到了这个授权，就可以随时发起链上的交易，把你钱包里的代币给拉走。他们之所以做的这么像真的，是因为他们懂得用户心理，并把所有的步骤串联成一条可信链。界面、社群、客服话术、授权弹窗，每一步呢都在降低你的警觉。接下来，当你发现钱被转走，骗子会告诉你，这个是系统自动质押，存够1000U 就能够解压。你以为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其实是精心设计的话术，最后重复的收割。只要你继续连接、继续授权，骗子就能够无限次的转走你的钱，直到你的钱包被彻底的清空。这位受害者后来跟我又说了几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他说，这个网页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你能够看见自己的钱在稳步的增长，它会让你觉得钱一直在钱包里边，非常安全。这是和传统的钱包不一样的地方，好像是用了什么矿机在挖矿，存的越多涨得越快。他说群里边也非常热闹，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太真实了。听到这里边，你是不是也有点动摇了？这个就是伪造的信任感。网站用动态数字、收益曲线，甚至假的排行榜，不断在强化一个信号：钱在涨，一切正常。电报群里面也充满了剧本化的演出，有人晒图，有人报喜，还有客服在互动。他们精心营造出一个看似繁荣的假的社区。
当你看到这些，大脑呢就会自动的松懈，你开始相信再投入一点儿就能够赚得更多。可这些数字只是前端的动画，背后没有任何链上的收益，也没有真实的资产在流动。真正的控制权早在你点下那次无限的授权的时候，已经落入骗子的手里边。所以别被看得见的增长所迷惑，那个只是他们最精致的幻术。遇到这样的页面，先冷静，查合约的地址。受害者呢，后来又给我发来了2张银行转账的截图。我一开始看到这2张截图的时候很奇怪，并没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后来呢，他告诉我他准备借款继续来投，幸好第2次被直接的给划走了，不然他就真的血本无归了。你能想象吗？如果不是钱被骗子直接给转走了，他会去借钱继续往里边投。这个就是骗局最可怕的地方，他不只骗你一次，而是让你主动的一次又一次的把钱给送进去。好了，现在你可能在想，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有没有被授权？这里主要有2个方法。方法1，打开网站 revoke.cash， 点击 connect wallet， 连接你的钱包，选择对应的链，然后呢搜索 USDT 或其他的代币。如果你看到 unlimited 或者是其他的大额授权，那就是风险的授权，点击 revoke 撤销它。注意，撤销呢需要支付少量的 gas 费。方法2呢是用官方链上的浏览器以太坊 Etherscan Token 或者是 BSC Scan Token， 输入你的钱包地址，就能够看到所有的授权记录。另外呢，不要随便点击别人给你的网站。当你看到一个可疑的网站的时候，把它的连接输入到 Scam Advisor 去看看这个网站的信誉，或者是其他的打假的网站。这个受害者把他的网站提供给我以后，我并没有直接的去点击，我也不敢点击，而是把这个 link 直接输入到 Scam Advisor 里边，我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一个令人怀疑的网站，同时呢列出了可疑点：Whos 隐私保护，最近才注册，访客很少，无法分析内容，这些都是高危的信号。如果你已经中招了，不要慌，现在呢立刻做4件事。第一，撤销所有的授权，用 revoke.cash 把所有的可疑的授权全部撤销掉，这一步非常重要，能够阻止进一步的损失。第二呢，转移剩余的资产，不要再用这个钱包了，创建一个新的钱包，新的助记词，把剩余的币全部转到新的钱包里边去。第三，停止所有的交互，不要再连接那个骗子的网站，不要再相信骗子的任何的说辞，不要再把钱存进去解压。第四，存证据并报警，保存 Telegram 聊天的记录并截屏，骗子网站的 URL、钱包地址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呢，向当地的警方报案，向交易所投诉。如果涉及到 CES 的话，在社群里边曝光，提醒其他人。虽然追回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必须报警，因为只有报案的人多了，警方才会重视，骗子才有可能的被抓住。最后呢，给你6个原则，记住它们，你就能够避开99%的骗局。原则之一，不要随便的连接钱包，只连接你确认安全的 DApp， 不认识的网站绝对不连。原则之2，看清楚授权的细节，每次授权之前看清楚授权的是什么代币，授权的额度是多少，看到 unlimited 直接拒绝。原则之3，只给必要的权限，如果可以只授权一次性额度或者是小额授权，用完呢就直接撤销。原则之4，用 Scam Advisor 去查看这个网站的可信度。原则之5，不信高收益的诱惑，轻松赚钱，本金越大回报越高，稳赚不赔，这些话全都是骗局。原则之6，多问多查多验证，看到不熟悉的项目，先在 Twitter 上 Discord 上面 Reddit 上面你去搜一搜，看看有没有人在讨论。独立思考永远比跟风更重要。好的，这个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你也曾经被骗过，或者说你身边有人被骗过，愿意出镜讲述或者是提供线索，请在评论区里边留言或者是私信我，我会继续做这个系列，让更多的人看清骗局，避开陷阱。这里是加密星球，感谢收看，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外网的频道主页。谢谢，我们下期再见。